世界上没失败，除非你认输投降。别害怕去梦想，倾听内心的愿望。就算碰到阻挡，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。现在就要出发，未来才能抵达。汗水和眼泪在飞扬，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。带着勇气前往，拒绝半途返航。执着是我们的信仰，要用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小姐，你的面。面拢讲起来，更唔愿意食。看股票啊。今日股票倒啊？小跌而已啊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像我上一波赚几十万，有没有钱？我已经搞丢进来了，过没多久一定上万点。真的那么好的话，大家都去买股票就好了。当然啦，这多好啊，多好赚啊！有钱搞丢进来，我随便丢随便赚，比你卖面还好赚。像你这样一碗一碗卖，赚到什么时候？那你现在是教我啊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后康到手不啊？像我上一波赚几十万，多好赚啊！有钱给我丢进来。如果更积极的投资和理财，可以让我们更早还清贷款，甚至能开始存钱。为什么不去尝试呢？你说说看啊，你到底认识几个作家？你别生气嘛，你也知道我对文学比较没兴趣的啊。那你对什么有兴趣？社会趋势、国际情势分析、政治、科学还是环保？啊，我想到一个作家了，古龙。古龙？你说的是武侠小说作家，我说的是文学作家。张爱玲、张晓峰、张系国、席慕容、白先勇。你都不知道？那这几年的青年作家小野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小野，他是谁啊？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《光棍船》，有一句话写说：“爱是不能勉强的，想要下海或是上船，只有你自己能决定。”你这么爱玩、爱社团，又不爱念书。我看你上船吧。啊？上什么船？分手，上你的光棍船。这本书没看完之前，你都不可以来找我。玉珍。果然，一本好书，过了多少年，都还是畅销啊。819。不好意思，我钱不够。那我这2本不要好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啊？你说你在看什么书？我在看《财富法则》啊。我有没有听错啊？那种书你
你从来不碰它啊。吓成这样，好像我吃了什么毒药一样，有这么严重吗？还不严重啊？你不是只看文学书，对那一类的书根本是不屑一顾的，不是？你记不记得，你以前还列了一大堆文学作家的名字，问我知不知道？结果我是一问三不知，把你给气炸了。我不是气炸，我那是恨铁不成钢。那个时候啊，你还送我一大堆的文学书，想要改变我的气质，还嫌我不懂文学的浪漫跟深奥，有没有？玉珍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为了家里的问题，改变自己的兴趣，去看那些书的？哪有这么严重啊？文学的浪漫还是在我心里啊，只不过现在不是沉溺在文学世界的时候，是要理性面对问题的时候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眼前的问题。哦，对了，正光，这个礼拜我回去的时候，我把我买的几本财经的书带给你看，你一定要看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会看的。对了，你买那些书花了不少钱吧？身上的钱还够用吗？生活费还够啊。只不过那天我在结账的时候，发现钱不够，有点糗就是了。啊，真的啊？哎呦，那这礼拜我多放一点钱在你皮夹里。谢谢。谢什么谢啊？我给你的钱还不都是你的钱？玉珍，你真的应该去办一张提款卡放在身边，要用钱的时候也比较方便啊。不要啦，我就是懒得管钱啊，而且我有机器恐惧症。哎，你自己的钱都不想管了，还看什么理财书啊？那不一样，我看这些书又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帮家里，还有我们孩子的未来啊。王老师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因为这个办公室只有我们2个人不玩股票啊。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啊？大家最近都很疯股票，可是，在办公室里不能看盘，所以都到校门口的水果摊去看了。水果摊？在水果摊看盘？是啊，现在玩股票是全民活动，因为股票比储蓄的获利高多了。那他们不用准备下一堂课吗？打钟前他们就会回来啦，他们只是担心涨跌而已。好啦，我的教案写好了，我要去校长室，轮到我被约谈了。约谈你？为什么？去了就知道啦。先走了。种投资理财工具中，股票、期货等风险都很大，一不小心还没有赚到利润，投资的数字便变成0。房子卖不掉，还有东西在，
只是早晚跟价格的问题。这一阵子啊，虽然我看了很多理财书、财经杂志，可是怎么生小孩的书我也看很多。我们太早去，医生还是会把我们赶回来的。玉珍，你也太冷静了吧，好像不是第一次生小孩一样。紧张有什么用？其实啊，我很高兴孩子终于要生下来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说我想投入房地产买卖吗？这一阵子股市这么热。股市的热钱一定会投入到房市，把房价炒高的。然后呢？然后赶快投入房地产买卖，看能不能趁机赚一笔，把家里的负债还一还啊。是没有错啊，可是你都快生了耶，还讲这个？我觉得我们的目标要放在新竹，可是我又在想，我在台北教书，我们住在杨梅，这样台北、新竹、杨梅3地跑。这样太花时间了，不可能把事情做好了。当然不可能啊，一切都要等你做完月子再说啦。所以啊，我虽然心里着急，可是我也只能一边待产，一边教书，一边充实相关的知识。等到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就可以全心投入房地产买卖。玉珍啊，我真是服了你耶！来，先坐。都要生了还想这些，我以为你应该跟我一样紧张才对耶。紧张有什么用？我倒不如想想未来的计划，让我转移注意力。宝宝，妈妈在等你出来耶。等你出来之后啊，妈妈要开始拯救世界喽。哎呦，你不要催他，你让他慢慢来嘛。你上去干什么？阿公，我现太阳了。小声一点，那么大声，把孩子吓出来了。你用啥吓我啊？紧张什么？你又不能替他生。就是不能替他生。张金忠啊，若金啊，若金，很痛吗？啊？我看你快生了啦，我去开车，准备去医院啊。给我抱一下。妈妈懂。哪有人霸占的孙子不肯放？小帅哥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手会酸。这娃儿4000公克。我手才不会酸呢。医生，我媳妇怎么样？哦，你媳妇壮得像一条牛一样啊！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小孩子叫什么名字啊？正光，就叫他君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君凯，就是《孝经》里面的“凯替君子，明知父母”的意思啊。好像太深了耶，到底什么意思啦？你看，凯替君子的“凯”呢，就是和乐的意思；替呢，就是平易近人的意思。凯替君子就是指有德性、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君子。我希望我们的小孩以后也能成为这样子的人。君凯，哎，这个名字还蛮有深度的。你也喜欢？当然喽，我老婆这么聪明，又取这么好听的名字，我跟宝宝不对，是君凯，一定是举双手赞成。你吃几啊遍啦，还未吃好哦？当然咧，笑愈清气愈好。你会甲我笑？你为着要写君凯这2字，写几落百遍才写好，你抓算我唔知。
这真重要呢。一囡仔哦，一定爱先捌家己的名啦。讲啊，你这老古板啊，即马什么时代啊？遮细汉的囡仔，哪有可能捌你啊？我外孙真巧呢，伊安尼逐工看，伊就会捌啊啦。对啊对啊，你讲的拢对啦。我是感觉吼，爱听迄落有台正的音乐哦，迄较重要。玉珍甲正官吼，甲整个互我带，我一定要传一个足清气、阁足舒适的环境，互我头一个孙大。看袂出来哦，你阁有遐尔现代想法哦。我即马要做阿嬷呢，我哪有可能毋知影？妈，转来啦！直接放东西。你看，目睭甲春瓜足有共的啦。哎呀，知影哦，恁妈妈为着伊要来哦，面出哦，咱出几啊百遍呢。你敢讲我？我们现在剪开2年啊，你毋知影写几百遍？来，我听你，这个顶啦，你先安尼啊，先这剪开啦。好久没跟你来这里散步了。以前每次从台南到基隆找你，我们都会来这里散步、聊天。没有想到，时间过好快，我们都已经当爸爸妈妈了。正光，我知道，其实你很舍不得把阿凯放在基隆。我在台北教书，想看他就可以来看他，甚至只要早点下课，我就可以过来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1个礼拜才看他1次。你爸妈一定会很疼阿凯的，我没什么好不放心的啊。想，当然会想，他是我儿子。可是把他放在杨梅，我妈的身体也吃不消，你1个星期也才回杨梅1次，换你想他，不是更受不了？谢谢你的体谅。是我要谢谢你，帮我生一个这么壮的儿子，辛苦你了。Achievement， 它可以换成什么字？李清才，可以代表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，先站着。黄金茂。Success。对 ，success 就是成功的意思。来，怎么拼？SUCCESS。黄老师，你怎么在收东西啊？你怎么了？啊？是谁欺负你了吗？啊！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家里出了事，还是你跟别人起冲突？都没有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收东西啊？哎呦，你跟我说啊！因为我被解聘了。解聘？现在是学期中哎，为什么？校长他说我的绩效不好，所以请我走人。拜托，你的绩效怎么可能会不好？你比谁都还要认真在备课。是学生成绩不好，那也不能在学期中把你解聘啊，这对你不公平，对学生也不公平。更何况不可以用月考的成绩来评断嘛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他要安插自己的亲戚进来，我们班级成绩又连续2次都最后1名，所以拿我先开刀吧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校长理论。哎，老师，你不要拉我，这不只是你个人的问题，这也关乎着公平正义的问题。为人师表人，怎么可以这样公器私用，安插自己的亲戚？这样我们怎么教育我们下一代啊？校长，郑
发生什么事了？校长，听说你要解聘王老师。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在下课大家都去玩股票的时候，王老师他很认真的在备课。当学生有问题的时候，王老师也会很认真的为他们解决。王老师是个很认真的老师，你怎么可以在学习中就任意解聘他呢？这件事我已经跟王老师说明过了。如果他有意见的话，应该是他来找我争取。为什么是你来找我讨论呢？只要是学校聘任老师的事，就是每个老师的事。我这次如果不为王老师争取权益，下次我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，也不会有人替我说话的。我听说，校长您是要聘任自己的亲戚，所以才解聘王老师的吧？有老师要走，就有新人要聘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这是间私立的学校，你也知道，能不能招得到学生，那就要看他的升学率是怎么样。更何况，一个老师能不能保有他自己的工作，那更要看他能不能把班上的成绩给带起来。这一点，曾老师，你最清楚，不是吗？校长这样说，表面好像有道理，可是，在学习中解聘一个老师，恐怕还是跟您的亲戚有关系吧？经营一间私立的学校，要的不是同情心，而是决断力。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情。没错，这个环境是很现实的，适者生存，不适者就要被淘汰。而王老师刚好就是那个不适任的人，这个跟我请谁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跟王老师同进退，请校长尽快找人代理。我不敢苟同校长的说法。如果校长您说的是对的，那我今天竟敢来找您理论，我就太不了解私立学校的生态跟生存法则了。像我这样子的老师，才是应该要被处理掉的吧？曾老师，你是个好老师啊！你的个性我知道，非常的急公好义。我能够理解你今天为什么来找我讨论这件事。可是王老师是王老师，你是你嘛，你千万不要跟他一起走啊！你优异的教学成绩，那是首屈一指的。我们学校今年的升学率都要靠你了。你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，连工作都不要了嘛！你要多想想，你还有家人，是不是？谢谢校长。我跟王老师没有什么不一样，都是兢兢业业的老师。我今天真的是一个道理。如果校长说的是对的，我说的是不对的，那么让校长多一个职缺来运用，不是很好吗？你不一样哎，曾老师。怎么会这样？曾老师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看不惯这样子的事情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可是，曾老师，王老师，只是这里不适合我们。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。可是，你为我辞职，我心里怎么过得去啊？你不要自责，我相信我有能力去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，来证明我的好。我只照着自己的原则去做对的事，如果不这样做，我反而会更难过。曾老师，我看你这么潇洒，我突然间觉得我流泪真傻。是啊，振作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啊！义无反顾，义无反顾，绝不恋战，绝不恋战。可是，
这是你第一间学校哎，你在这里成长，也变成大家都看好的老师，就这么放弃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就是因为收获已经很多了，所以才没有什么好难过的啊。为了别人的事情，失去自己心爱的工作，我知道你对这班学生付出很多的心血，连怀孕的时候都不敢懈怠，都快联考了耶。对于那些学生，我确信我在教他们的时候已经尽心尽力，但是考试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所以还是得靠他们自己努力啊。你真的舍得的话，我一定支持你。你想想，从青涩到成熟，我在这所学校学会了教英文的18般武艺跟诀窍。虽然也被怀疑、被不信任过，不过我还是用实力证明我自己的价值啊。我知道，你绝对有这个自信走到下一个阶段。而且也是因为在这里才遇到好同事。因为他的建议让你进入电子业，事实证明当初选择是正确的。现在电子业已经开始蓬勃发展，所以我真的一点都不留恋，只要继续往前看就对了。我知道了，那我挺你，我相信你都考虑过了。哎呦，哪有什么考虑啊？我在说的时候就是一股气嘛。哎，不过。我知道你会挺我，而且你不是觉得我们这样分开两地很不好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想到新竹教书？所以辞职也不见得是坏事啊。其实我从阿凯出生以后就一直在考虑这件事，现在终于下定决心了。校长，这是我的辞呈。无论如何，请您收下。上课可以吃东西吗？口香糖吐掉。
有你，上来。在黑板上写下“我去学校”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式。不会。好，那把你们会的英文写在黑板上。真的让我太惊讶！你们是靠什么撑到今天的啊？国中毕业，连 ABCD 大小写都还分不清楚啊！要是我早就不敢抬头了，要是我早就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了。老师，我们程度很差啦，会来念这边的英文联考的时候都不到30分啦。嘿妹，老师那么震惊干嘛？一起休息啊！还好意思说啊？只要是我曾玉珍教英文，就没有放弃的理由。现在我要你们拿出一张纸跟一支笔，把 ABCD 26个字母大小写都写出来。我要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英文程度。动作。难怪英文程度会不好。老师，我们程度很差啦，会来念这边的英文联考的时候都不到30分啦。嘿妹，老师那么震惊干嘛？一起休息啊！职业学校的学生都是这样吗？不过，程度再差，授课时数再少，我都一定要把学生带起来。我不会认输的。老师来了，我才不怕他嘞。在学校可以化妆吗？这条口红我先帮你保管。你这次成绩还不错，下次如果可以进步20分，这个我就还给你。我想大概就是你们这种一切都不在乎的态度，才会让你们的成绩像烂泥摊在地上吧。如果你们现在还搞不懂音标，搞不懂26个英文字母，你们怎么对得起以前教你们英文的老师？你这个怎么念 ？F。这个呢 ？F。坐下。你这个怎么念 ？V。那这个呢？是 V 啊。坐下。我相信在你们当中，有些人可能会念，但是却一点信心也没有，是吧？学英文最重要的，就
是单字，只要你会念那个字，你就记得起来。你有了单字，才有可能组成句子。可是你们连最基本的程度都没有。或许有人觉得想要放弃了，但是放弃对我来说，那是懦夫的借口，那是缩头乌龟的行为。放弃，这是英文片语的放弃 ，give up。如果你们还想躲在乌龟壳里面，继续当懦夫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你们拖出来的。大哥，二哥，不好意思让你们等那么久，很累吧？不费啦，反正这2天我们都在加班呐。刚刚不是还在聊天？这很好笑，2个人都睡着了，要我开吗？哎呀，不必啦，我开就好嘞。刚刚睡一下精神很好嘞。嘿。每个礼拜3晚上补校都有课，下课都这么晚了，你们要再从新竹开车回杨梅，都没几个小时好睡了。哎呦，反正我跟阿光最近都要加班呐，没想干。是啊。可是等来等去都是耽误时间啊。没事情啦，啊。你不用担心啦，在车上正好可以讨论一下这礼拜看到的房子。顺便比较一下房价啊！哎，你有没有问一下你同事住清大那边的，现在房价怎么样？他说先从预售屋开始比较划算。现在大家都在哄抬价钱，买成屋的话，总价一定会多至少1成哎。我现在要拿头期款，我们应该拿不出来啊。还没去看那个预售屋啊。可是现在有新建案的建设公司很多，还是要看看是哪家公司的建案。哎。我上班工研院那边有一个建案地点不错呢，不过格局怪怪的。那不行，一定要当成自己的家来看，才容易买到好房子，也才容易脱手啊。这样子会不会到时候舍不得啊？不会啦，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啊。不过也应该要这样啦，这样子就算到时候自己住也才不吃亏，而且房子才会有它的价值在啊。叫你洗完澡先睡吗？我想先把这个音标卡做好再去睡。你先睡啊。哦。你不是教高职的，这些不是国一在教的吗？你才知道，这就是现在我的学生他们的英文程度。太为难你了吧？一下子从明星学校。要教这样的学生，一定很没有成就感吧？成就感是一回事，让我最不甘心的是，我的英文科居然不是学校的重点科目。你教的是职业学校，他们重视的当然是技职上的教学啊。术科重要，我的英文科也很重要啊。更何况你多一种语言能力，将来在社会上就多一份竞争力，不是吗？是没错啊，可是你有什么好方法？他们是职业学校，不是一般的明星中学。不管是职业学校还是明星中学，我的教学品质就是我尊重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以前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班的音乐老师，他的态度。什么态度？我们那个年代上课，那个音乐课啊或者体育课，不是常被牺牲拿去上主科吗？
但是我们班音乐老师他非常认真，只要有他的课，他就很认真的备课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全班同学还不到1堂课，5线谱通通都记熟了。也是因为这个老师的态度，让我觉得，你要别人尊重你，你就要先尊重你自己。所以，我曾玉珍，我要拿出我的态度，让我们全班的同学考出一个让大家跌破眼镜的成绩。你说对不？魏君婷20分，陈念慈38分，张芙蓉32分，张嘉宁33分。好了，不要剪了，不要剪了，还没拿到，不要剪了。你们到底还要烂到什么时候？从拿到这次分数开始，以后每次考试要进步5分或是以上，达不到标准的就留下来课后辅导。以后上课要准备3本本子，1本笔记本，1本作业本，1本考试本。上课要抄笔记，下课收回老师批改。下次上课的时候，第1件事情就是检查作业，第2件事情就是重温前1堂课的内容，或是拿出考试本小考。我再说一次，学不会就不要回家。你们不回家，我也不回家。下课。可以选。好。Thank you, teacher. Thank you. 老师借过。借过英文怎么说？说呀。Excuse me。怎么拼？我相信你可以拼的。Excellent。多会1个单字，就多1份尊严。Please。陈老师，你不用再看了啦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要做家庭访问啊？高职生是没有在做家庭访问的啦。就算你做了，也没有用啊。他们这些啊，会考进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啊，他们大部分啊都是先天不良，后天不足，而且啊，他们家庭环境都不是很好啊，是不会有人关心他们念不念书的啦。老师，请你们看看我做的笔记。老师这么认真的做笔记，代表我对教学跟对你们的尊重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同样尊重自己。我昨天在外面遇见老师和师长，就觉得也许老师和我们想不太一样。在玩什么？撞车有这么好玩吗？放心啦，累的话，我跟二哥可以轮流开啊。可是不小心的不一定是我们啊，每次遇到都还是会这么幸运吗？是啊。你也敢讲我们嘞？你们还在偷背单字。对啊。怎样？不然来比这是谁进步最多啊？考试结果出来啦，这下子啊，大家要鸡嘴变鸭嘴了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，到底为什么啊？因为阿卡可能要当哥哥了。耶！正光，你要干什么？既然他那么喜欢，就满足他的愿望啊。第一，如果你坚持原则，他会记得。第二，人的愿望是无止境的。那是你大人的想法，小孩子哪有那么多心机啊？这是原则问题。正光，今天好像会下雨，你要记得注意交通安全哦。
是，遵命。